想象一个很常见的场景：夜里，妈妈起床去卫生间，走廊有点暗，拖鞋擦过一块小地毯，她赶紧扶住墙，没有真的摔倒。第二天，家人问起来，她只说没事，就是没看清。但这次差点跌倒，可能真的只是光线不好吗？也可能与鞋子不稳、刚起床时头晕、药物让人犯困，或者腿部力量和平衡发生变化有关。防跌倒不是让长辈从此少走少动，而是找出这些潜在风险，让他们更安全、更有信心地保持独立生活。这里说的独立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尽量少依赖照护人员的帮助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，也就是 CDC 的资料，在美国，每年大约有1/4的65岁以上的人报告跌倒过，人数超过1400万。请注意，这是报告跌倒的人数，并不代表1/4的人都会严重受伤。但它提醒我们，跌倒很常见，也值得提前处理。年龄增长会带来变化，但许多跌倒可以预防，风险也可以降低。真正有效的预防，通常不是只买一块防滑垫，也不是只教父母走慢一点。我们需要把身体状况、药物和生活环境放在一起检查。第一项检查不需要任何设备，只要认真问3个问题。第一，过去1年有没有跌倒过？第二，站立或走路时会不会觉得不稳？第三，会不会因为担心跌倒，开始少走路、少出门，或者不再做以前常做的事？这些问题不是网络诊断，也不能估计一个人一定会不会跌倒。它们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发现值得继续评估的线索。如果父母跌倒过，即使当时没有明显疼痛，也不要因为怕麻烦就不提了。可以记下什么时候发生，当时在做什么，有没有头晕，以及最近有没有换药。下次看医生时，把这些情况说清楚。第二项是看看力量、平衡和日常活动有没有变化。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，对于跌倒风险较高、住在社区或家中的65岁以上的人，可以提供运动干预。相关研究常见的内容包括步态、平衡、日常功能和力量训练。这里的重点不是训练强度有多大，也不是说照着网上一个动作练就够了。活动应该适合个人的身体状况。练习时要注意安全，也要规律的坚持。如果已经跌倒过，走路明显不稳，或者患有会影响行动的疾病，可以和医生讨论是否需要物理治疗师或其他专业人员帮助评估。有些长辈因为怕跌倒，反而越来越不敢动。但长期回避日常活动，也可能影响肌肉力量和活动信心。我们的目标不是盲目训练，更不是冒险运动，而是在适当的锻炼和帮助下，维持活动能力。第三项是药物。有些用于睡眠、焦虑、高血压或慢性疼痛的药物，可能导致犯困、反应变慢、视力变化，或者影响平衡，从而增加跌倒风险。这并不代表这些药不该吃，更不代表可以自己停药。正确的做法是把处方药、非处方药还有保健品全部列在同一张清单上，同时记录服用以后的实际感受。比如吃完某种药后特别犯困，晚上起床时发晕，最近换药以后走路不稳。约诊时可以带上药物清单和这些具体记录和医生讨论。不要自行减量、停药、换药，也不要自己改变服药时间。药物是否需要调整，要根据个人病情由医生决定，也不要为了防跌倒，自行开始服用维生素 D
或其他保健品。个人是否需要补充，应结合健康和骨骼状况咨询医生。第4项是检查一些很容易被当成小问题的变化。看不清台阶，听不到周围提示，脚痛，鞋底太滑，或者拖鞋不能稳稳包住脚，都可能影响安全行走。还有一种常见情况，坐着或躺着的时候没事，一站起来就头晕、眼前发黑，或者头重脚轻。起身太快时，血压可能发生变化，但头晕也可能有其他原因，不能只靠看视频判断。如果头晕、视力变化或平衡问题是新出现的、反复发生的，或者越来越明显，请告诉医疗专业人员。家里可以先检查眼镜是否合适，鞋子是否稳固，脚有没有疼痛或破损。起身时也给身体一点适应时间。如果需要进一步处理，再请医生、验光师、足部专业人员或其他合格人员评估。第5项是检查家里的布局，不需要马上把整个房子翻修一遍，可以先从每天最常走的一条路线开始，例如从床边走到卫生间。躺在床上能不能伸手开灯？手机是不是放在手够得到的地方？走道上有没有电线、杂物、宠物用品，或者会滑动、卷边的小地毯？夜里能不能看清门口和地面？再看看楼梯和浴室，楼梯两边有没有稳固的扶手？上下两端能不能开灯？浴缸、淋浴和马桶附近有没有需要增加防滑措施或扶手的地方？厨房里常用的锅、碗和食物，最好放在容易够到的地方，避免为了拿东西踮脚、爬椅子，或者把手伸得太远。这些改变能够减少一部分环境风险，但不能解决所有跌倒问题。如果已经跌倒过，或者在家里仍然站立或行走不稳，可以询问医生是否需要物理治疗师、职业治疗师或其他专业人员进一步检查。第6项是确认辅助设备和求助方式真的适合本人。手杖或助行器不是拿来就能用，尺寸不合适、零件松动或者使用方法不正确，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风险。不要因为亲友家里正好多一个，就直接拿来长期使用。需要时，请医生、物理治疗师或其他专业人员帮助选择，并学习正确的使用方法。还要提前想一想，如果真的跌倒，怎样才能叫到人？手机是否充好电并随身携带？家人或邻居是否在快捷联系人里？是否需要适合自己的紧急响应方式？智能手表或报警设备可以是选项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，也不能保证处理所有紧急情况。第7项也是最需要提前讲清楚的一项，如果真的跌倒了，应该怎么办？先尽量保持冷静，在原地停留片刻，判断自己有没有受伤。不要因为尴尬或者急着证明自己没事，就马上站起来。如果受伤或者无法安全地自己站起来，应当请求帮助或拨打911。本片不示范一套人人都能照做的从地上站起来动作，因为在不知道有没有骨折或其他损伤的情况下，勉强站起来可能让情况更复杂。如果跌倒时撞到了头，还要继续留意后续变化，因为有些症状可能不会立刻出现。根据 CDC 资料，如果头痛不断加重，不能缓解，反复呕吐或者出现抽搐、言语含糊、明显异常行为，应立即拨打911或前往急诊。肢体无力或麻木，协调明显下降，瞳孔大小不一样，意识混乱，失去意识或者非常嗜睡，无法唤醒，也属于需要立即处理的危险征象。即使最后没有明显疼痛，也请记录跌倒经过，
并告诉医生，一次跌倒不等于患有某种严重疾病，但它可能提供新的健康线索。今天不需要一次完成所有事情，可以先和家人一起做3件事。第一，一起走一遍从床边到卫生间的路线，记下3个最明显的风险。第二，把所有处方药、非处方药和保健品整理成一张清单。第三，记录过去1年的跌倒、差点跌倒、头晕或走路不稳的情况。下次约诊时，主动告诉医生。这3件事是帮助家庭开始整理问题的编辑建议，不替代个人化的医学评估。防跌倒不是让长辈少动，而是让他们更安全地保持活动和独立。不要只盯着一块地毯，也不要把所有变化都归因于年龄。把身体、药物和生活环境放在一起看，从一条日常路线、一张药物清单和一次坦诚的沟通开始。本内容仅供健康教育与信息分享，不构成医疗建议、诊断或治疗。如有个人健康问题，请咨询医生或其他合格医疗专业人员。